沙特大手一挥啊，12艘零五2D 到位，那么压力摆在面前，美国慌张了，认为中国要得逞。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消息显示，沙特打算向中国订购12艘零五2D 的驱逐舰。目前呢，沙特似乎与中船贸易公司展开了关于引进零五2D 异型的这样一个谈判啊。另外有声音传出，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当然，由于消息并未得到官方证实以至于不能确定未来3周就有可能签约的消息等等是真是假。当然值得一提，在这之前呢，也有声音说阿尔及利亚打算向中国要订购6艘零五2D。虽然这只是传言，但很显然，不管消息是否属实吧，对于中国可能一口气卖出18艘有人已经坐不住了。有报道说，美国防长奥斯汀亲自登门干涉起了沙特将要购买12艘零五2D 的事儿，其非常傲慢地表示，任何国家向沙特出售军事装备都必须要严格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对于有关沙特有意从中国购买零五2D，美国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且会在必要的时刻采取行动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阿尔及利亚购买6艘，这沙特竟要购买双倍美国怎么能坐得住呢？此番奥斯汀的表态就一个，美国坚决不允许沙特从中国购买零五2D，想要购买门都没有。然而奥斯汀阻止沙特购买理由却是任何国家向沙特出售军事装备都必须要严格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这未免有些许可笑。要知道，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沙特也是一个主权国家，2个主权国家达成军售协议，怎么就不遵守国际法了呢？中国卖武器给沙特根本就没有问题。其次，所谓的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这句话，对着中国和沙特来说呢，就更可笑了。中国和沙特受到过安理会的制裁吗？就算翻开历史也找不到安理会制裁过中国和沙特的法案。这说明白一点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充其量只能算美国为了阻止沙特购买零五2D随便瞎掰的理由了。而所谓的国际法就是美国霸权嘴里的一个框，只要能达到目的，不管是国际法还是其他什么奇葩的理由和借口都可以往里装。说到底阻止沙特购买零五2D，那么就是因为美国慌了，因为一旦沙特主力装备用了中国的，那么未来其他的装备很有可能也会换成中国的呀。那到那个时候基本上也就跟美国装备说再见了。一直以来，美国出售军火给别国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而是赚钱的同时借此来提出附加条件，以保证自己的外交影响。除此之外，在美国眼里，零五2D 战斗力很强，要是沙特真的得到了这个驱逐舰，要驻扎在海湾的美军则会面临军事上的压力。还有一个可能，也是美国最不愿意面对的，那就是沙特一旦通过零五2D等中国武器装备加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未来摆脱美国控制以及美元体系，进入人民币体系也就更加的顺理成章，更方便。这说明白一些，如今的美国人无非就是认为这是沙特跟中国之间的一个阴谋，企图联手对抗美国霸权。所以奥斯汀把话说得很明显，就是不让沙特买，不让中国得逞。但不得不说这是美国单方面的庸人自扰。中国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没想过要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美国害怕中国发展速度太快，会威胁到自己。而基于此，沙特计划购买零五2D，对美国来说呢是不祥之兆。当然，沙特与中国要是真敲定了有关于零五2D 的这个协议，就算美国跳出来反抗，不答应它也没有用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